随着乌军战斗车辆是越来越少，他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打这个所谓的皮卡战争嘛。架在车上的居然是中国的 W85 型 12.7 毫米高射机枪啊！你这个皮实耐用，可靠性还高，这也是几经周折才上了这个俄乌战场。这事儿要说起来啊，应该和美国它还有关系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这事儿说起来还真有点匪夷所思啊，因为这个乌克兰那边很少进口我们的装备吧。你别说，他们用了这个 W85 之后啊，据说这支地道的老枪还是挺管用的。咱们得先说说这个 W85 高射机枪了。这说起来啊，也挺感慨的。当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，它就是造枪的啊。这个 W85 的这个 W 啊，实际上应该念 Y 啊，这个就汉语拼音的那个外贸的那个 Y 啊，这个 W 就是这个外贸的意思，它是个汉语拼音。那时候出口呢还没有标识着现在有一个 E， 就是英文的这个出口的意思，没这么标啊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这个把它还是习惯叫它叫什么什么 Y， 什么什么什么 Y， 就知道这是做外贸的了哈。在咱们用的这些装备里边啊，注意一下，通常来说哈，我们自己用的我们都习惯叫做多少多少式。出口的叫什么什么型，这个 W85 呢是专门出口的，或者说咱们叫它 W85 型吧。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用的85式，也不是我们85式弄出来一个出口型号，都不是的，它是两种东西。这个 W85 啊，当年是和这个现在咱们用的85式呢来进行竞争啊，咱们解放军要装备时候竞争，后来给淘汰下来了。和当年咱们部队里用过这个85式啊，它还都是在同一年定型的，就是1985年定型的。要说这个 W85 和咱们自己用的85式这差别还是蛮大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特别是看那个枪管机匣，差别很大啊。实际上呢，这个 W85 啊，它是在77式高射机枪基础上简化而来，主要呢是简化这个结构，减轻它的重量。但是它核心部件和性能和这个85式它没有什么变化，主要这些部件还可以通用。12.7 毫米呢，说起来它也是重机枪了。有人说它嘛，说这种重机枪啊，这要是平着打的话，那差不多都快赶上一门小炮了哈。它平射能够打出去1500米，关键呢是相对同类的这个枪啊 ，W85 它来得更狠，一发呢就能把一个人拦腰打断。W85 要说起来，那算是一个老东西了啊，咱们早也就不生产了。它怎么就会跑到乌克兰那边去了呢？我觉得呀，它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啊。这第一，这个 W85 呢是咱们专门用做出口的吧？当年咱们确实是大量的出口了这个 W85， 那不同的渠道，你知道出口到第一手国家的那已经就挺多的了。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二手、三手这转来转去，这就说不清楚最终到哪里去了。所以最后转到乌克兰，这也很正常。第二呢，现在这个大大小小的军货商啊，都在整个往乌克兰倒腾军火呢。他们的做法啊，其中有一种做法啊，它是和欧洲的这些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先勾兑好，拿下这个国家的援助计划。将来呢，这个国家是会向乌克兰去收这些钱的。这个就相当于这些国家给乌克兰放了一个国家战争贷款。那军火商不去管这个，他直接向这个国家、向这个项目去拿钱，然后再跟这个国家里边的有关人员，他们在里面再勾兑这件事儿。他们拿到这个项目之后，你到处去找货源。那么 W85 在二手市场上是很多的，被弄到乌克兰去，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是比较多。第三呢，要说起来啊，这真有可能是美国或者北约给直接弄过去的，而且美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你看这个伊朗等国家呢，其实是仿制过我们的这个 W85 的，然后呢，这伊朗呢援助给这个胡塞武装。那胡塞武装是跟沙特在作战的啊，沙特是经常会缴获到胡塞武装的很多武器，包括这个伊朗这个成批的援助过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会被沙特给缴获。缴获了之后，你说他给谁呀？他基本上就是给回到美国了。然后呢，美国再把这一批枪啊算作这个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，将来呢他还能收钱呢。现在我从看到的一些图片和视频上来看啊。乌军用的呢，还真有我们原产的 W85， 我估计这可能不知道从哪儿弄出来的，也可能有时候我们援助的时候是不是援助过这种W85出去，有的呢，它应该就是这个别国仿造的啊，这个反正总之比较乱，因为这个仗一旦打起来之后啊，很多事情就非常的复杂了，说都说不太清楚。